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时隔1年，我们再次来到了这处无人村。整个村子只有5栋房子，其中的3栋还无法居住呢，房子破损的非常严重。有2栋房子呢，现在住着有位老人，另外1栋房子呢，有位大哥，偶尔呢上来看一看，平时呢也不住在这边。那房子周边的环境呢还挺好，旁边的土呢也很宽，但是这样的一处地方呢，因为交通不是太便利，所以呢，村子里面的老乡都搬下山了。那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寨子的环境究竟如何，再看一下大哥的这栋房子究竟情况怎么样。这是进入村子的道路，都是砂石路面，车子进来还是有点费力的。我的车呢都停在上方，我们是从这条路进来的。那边呢直接通往县城，将近有4公里左右。这边只是因为砂石路，路不好走，所以轿车进这边可能是有点难啊。我的是 SUV， 还可以走得进来吧。这是去年冬天这位大哥自己修建的砖墙，现在还没建好啊，因为有其他的事情，所以又忙着去了。这栋房子是前大概6、7年左右大哥买下的，他也不是这个村子的人。房子买下了之后做了一个简单的装修，现在这栋房子是可以直接入住的。当然整个院子还没打理出来，这边也是长满了杂草。这里还有一处太阳能的电线杆，到晚上也会自动的亮灯。这栋房子通水通电，喝的是山泉水。车子是可以开到院子里面的，当然现在留的大门是比较小。这里呢有一棵枣子树，这边还有一棵无花果。这是长沙过来的一个女孩子，想租这位大哥的房子。看房子门前的视野还是很不错的。这外面以前都是老宅基地，现在房子拆了，长满了杂草。旁边的那栋房子破损的也是非常的严重，基本上是不能够住人了。我们要看的这栋房子呢还比较好，这是大哥呢平时来打理的结果。我们先从外围看一下吧。看这边的瓦片都是他从其他地方拉过来的，上面呢也都装了摄像头，装的有电表。这一间呢一直没有清理出来，他重新要改造一下。这边还挺宽的，以前是灶台，上面的屋顶垮掉了之后就一直没修起来了。其实整个院子现在长满了杂草，稍加的清理还是挺不错的。那边也是一条进村的道路，这边距离城里将近有4到5公里，距离镇上呢也差不多3公里左右。底下呢是著名的古苗河景区。据当地的老乡说在年底或者明年的年初，这边可能要修路了，到时再上山就方便了许多。
房子的外墙这些木板啊，颜色显得比较深，重新打磨上油漆，还是挺不错的。这是一栋5住9的房子，进深将近有9米左右，开间呢是4米，一个堂屋，两边是卧室，其中呢有一间卧室还没有完全装修出来。这间卧室呢是直接有床可以入住的。他们是走到那边去看房子周边的环境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走进房子，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整体的情况究竟怎么样。在我们这边啊，建木房子都有一座门槛的，好在大哥家的门槛不是特别高，很容易就跨过去了。堂屋呢，地面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，背后呢是铺了木地板，这旁边呢也是木地板。房子挺简陋的，中间呢有大彩电，背后呢有些工具，这边有个木质的沙发，墙板呢大哥是做了一个打磨，然后呢上了油漆，包括这些立柱啊都已经打磨过了。看得出这位大哥平时也是喜欢手艺的一个人。有些书籍，这个楼板铺的也是比较简单。这边还有饮水机，偶尔呢他也会上来住那么1-2天。这里还有个大冰箱，开一下冰箱里面还通电吧？耶，还放的有菜，还通着电的，所以基本上这栋房子啊，打扫一下就可以拎包入住了。开放式的客厅，我是非常喜欢的。看整个堂屋呢，连着这边就是一个很宽敞的客厅了。这边的木板呢，也都是重新打磨上了油漆。2楼呢是没有装修出来的，铺上一层木板就可以了，这个很简单，很好处理啊。这边窗户呢是装了玻璃，房子是简陋了一些。这边呢有液化气罐，还有灶台，平时煮饭啊也是挺方便的，还有些锅碗瓢盆。这里啊有一口农村的火塘，到冬天啊在这里烧火取暖，上面呢就熏腊肉。2楼呢是有座木梯可以爬得上去。这边啊大哥简单装修了一下，底下呢放了床，可以在这边睡的。这个房间住起来也是挺不错。这栋房子啊应该是屋顶没有漏雨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瓦片呢都还挺好。房子2楼呢楼层高度也比较高。长时间没在这边住啊，地板还是有一点点飞尘比较多的。安逸啊，特别的安逸，独门独院，住在这边不用担心有人过来打扰。开门就见山了。当然，房子背靠着大山，面朝着也是大山。这边的海拔将近有400多，接近500米左右。到夏天也是挺凉快的，尤其晚上啊，还要盖被子睡觉，要不然有点冷。房子的旁边这块空地啊，也是以前邻居家的老宅基地，长满了杂草。当然，如果朋友们想问，这栋房子旁边有地可以种吗？村子里面好几十亩地呢，如果在山上发展养殖、种植，都是没什么问题。
像我们这边的土地啊，如果承包的话，一年的租金400到500块钱一亩左右，价格也不贵。这个应该是电视的接收信号的一个天锅。现在可以买那种移动的 WiFi， 挺好用的，不需要再牵网线了。在那边呢是一座山峰，再过去就是悬崖峭壁，底下就是古苗河景区，很深的一条峡谷。平时啊，很少有人来到山上的。这边老百姓搬走了之后啊，基本上就很少有人过来了。你还上来了？看这边大概有70、80个平方左右，修建出来的话，做一个厨房，还有做一个凉亭。有朋友过来，可以在这边喝喝茶，户外烧烤，真的是挺不错的。其实像这样的一栋木房子啊，它的楼层高度比较高，把2楼装修出来也是可以作为房间的，但是成本也比较大。这样的一栋房子虽然有堂屋，还有那边卧室都算比较好，可以打扫卫生入住，但是如果全部装修出来的话，大概也要6、7万块钱左右吧。还要把院子打理出来，该做硬化的做硬化，有些地呢要挖出来，种菜的要种菜。所以说在农村里面打造一个田园小院也是挺不容易的。这边的院门啊也要重新的修一下。当然在这样的农村里面，不要关门都没什么问题的，因为没有邻居嘛，大家都搬下山了。现在上面呢还住着一位老人，整个村子里面呢基本上白天到晚上都碰不到人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这一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